哎，不行，我还是好晕。脑震荡，绝对是脑震荡，你得赶快休息，不然会呕吐的。来，景天让他靠着，来，赶快。是吗？对啊。靠好了啊！你别一会儿吐我衣服上。你，吐！你要是能吐出来也行。谭景天，脑震荡就应该好好休息啊。哎，你们说，巴瑟自己一个人不会有事吧？靠！你现在最该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吧？啊，我都被砸成脑震荡了耶！而且，他逃跑了，最后追究的也是我的责任啊。对。你俩都看到了啊，不是我不追逃犯，是我确实被砸成脑震荡了。金玲，你是法医，我骗不了你吧？是啊，我验过伤了，这么大个包。这么大？景天你也看见了？哦，我亲眼所见。那回去要给我们作证的。是啊，要发誓的，得录口供的。行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为你们作证，要不然我就天打五雷劈。我好晕。景天，我就说嘛，你要相信我们的警长。这有点痛，腿有点晕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石头不是你砸的。我倒确实挺想用石头砸。谭景天，我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恨？你居然想用石头砸我！亏我在村里给你挡那么多棍子。所以我就是想一想，我又没真砸你。你想都不应该想。啊，行。所以我这不过来跟你道歉了吗？对不起。而且我觉得，我应该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？哎，你不要乱想。他逃走是他太狡猾，当时确实是我大意，你谢我等于在害我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这么丢人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个屁！反正你记住，我欠你个人情就是了。你头上的伤没事吧？你看是不是长一个包？不是你说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？我当时，哎，我跟你说多少遍，真的是他砸我的，他这么砸，好，对，就很用力砸，你知道吗？很痛，对，很痛的，那么大一块石头能不痛吗？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警长在局长面前这么客气。难不成警长的一世英名就毁在这两句旧诗上了？OK， 干。没事的。警长今天心情好，给局长面子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开饭吧，吃饭。好。炸麻了。换做你是局长的话，你也会炸毛的。他就只会炸毛。Thank you。哎，我们局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探长，想破案的话也可以啊，让他赶紧把你的罚俸处分撤销啊。不然就让他另请高明了。上一句教书都还没有进展，现在又来了一句，你有什么脸让人家撤销啊？罚俸处分都是轻的了，这要是再出现第3句、第4句尸体，咱们3个都去马桶里溺死算了。啊？也包括我。这让你也凑啊？啊？
Fifth Avenue。谢谢。Thank you。怎么样？我走的这几天，那个素攀的男朋友有没有线索？啊？没有吗？这个素攀案，咱们好歹知道尸源在哪里，也知道被烧死的是谁。然后呢？半个多月了耶，素攀的案子还一点线索都没有，还怪人家局长炸毛。我始终觉得素攀男朋友这个指向有点草率。不是男朋友，那总不会是素攀的女朋友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会啊？有时候女人要是嫉妒起来，可比男人更可怕。我告诉你，素攀一定是谈恋爱了，我敢肯定。一个纹身就能断定素攀谈恋爱了？同性的友谊不可以吗？再说了，女人也有可能和女人谈恋爱啊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觉得这2个焦尸案是不是可以申请并案了？你看，他们都是生前受到虐待，都是被活活烧死。不过这2起焦尸案，虐待的方式并不一样，一个是不给吃的，一个是受到了肢体上的折磨。也许凶手就喜欢变着花样虐待呢。那痕迹那边就什么都没有发现吗？目前是真的没有。我们在现场已经搜遍了，可以表明死者身份的东西，我们一样都没有找到。那就对了，留下什么反倒不对。这说明凶手一定是在别的地方虐待的死者，然后把所有的痕迹都抹去，之后再运到现在这个地方焚尸。而且很有可能是赤身裸体的运过来的，这样就算还剩点什么痕迹，怕是也给烧没了。没错，素攀的尸体在被发现的时候，现场也是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。OK， 就冲这一点，这2具焦尸基本上就可以并案了。得啊，你替我准备一下给局里的报告，我明天亲自去现场一趟，不然我不死心。我也要去。研究生，你是不是该回学校上课了？我记得你不是来交流学习的吗？我觉得你来这个国家这么久，是不是连1天正经课都还没有上过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用你管吗？他说的也对，这几天你跟经理也都折腾坏了，好好回去休息吧。这几天你不是也折腾坏了？但我不一样，我是警察，我这几天不在我都脱岗了，局长开始生我气了。我不休息，我要帮你破案。行，好，走，再见。我们先走了。
人手的，你不说我就杀了你！冷静，冷静，告诉我你是谁？你说的他又是谁？我，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只要告诉我，那女孩子到底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 你也听过四滴雨水的说法，所以这块只能盛下四滴水的小骨头，闭锁着我们每个人的永久性细胞，通过它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个人独属的个人身份信息。
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有人认识吗？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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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来。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怎么样？还真的没有。昆虫类的书啊？包括古埃及的历史与文化的也没有，这些相关信息在网络浏览记录里面也没有。但是在他的故事中，确实有很多古埃及人描述圣甲虫，还有他的传说之类的。都是那个男人传述给他的呗。现在也只能这样解释了。用这么贵重的相框，说明他很重视啊。是做善事？献血。哎，这个能让我看一下吗？这个可以打开看吗？可以。哎，你看得懂吗？我可以帮他翻译啊。没事，我可以用手机翻译。Can I have a look at this? OK。哇，哟，还真是亮瞎了我的眼。这就对了。啊？怎么连你开始说这句话了？不是，你看呀，看什么？整体感觉。整体偏素吗？对，他的衣物基本上都是素色，尤其是内衣，都是最常见、最普通的白色或者是粉色。但是你看这些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应该就要改变自己，享受爱情了。你再看这上面的日期。正是1年零1个月17天之前，按照丹尼尔的说法，应该就是有了那个给了他灵感的男人之后。兄弟啊，这个包裹是你们来之后拆的，还是你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拆开了？我们到了之后拆的。谢谢。那就是说，他都没来得及给自己享受爱情，就。哎，你看一下这些，这前面的几张呢，应该就是田野上的圣甲虫的构思草稿，包括人物、情节线，还有一些临时想到的对白等等。还有一些关于知识点的整理。从这些草稿中可以看出来，
童话中的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右脚有一些残疾的雄性圣甲虫，还不叫豹啊，而是叫阿图姆。那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也许还不知道，其实我和金陵一直都非常喜欢石粪虫，这也是金陵为什么一直在追这个童话的原因。而且不瞒你们说，我和金陵私下都是以石粪虫互称的。看来我还是老了。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石粪虫啊，也就是圣甲虫，它们在昆虫世界中是最注重家庭观念的，他们总是夫妻一起干活，一起照顾孩子。我还是头一次知道这屎壳郎竟然这么清新脱俗啊！烦人。所以呢，我看过很多关于这种昆虫的书，也知道在古埃及，它们被称为圣甲虫。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经写道，古埃及人相信，每天早晨它能让太阳再生，滚动在地平线之上，但到了傍晚，它会把太阳运送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但次日还会让太阳再生，而这个它就是化身为圣甲虫的太阳神拉。不过太阳神有2个名字，白天的时候叫凯布利，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，太阳神才会被称作阿图姆。所以呢？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宗拉维蒙应该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见那个男人。只有在晚上才能见到那个男人，那这是说明他有固定的工作，白天不方便出现，只能等到晚上下了班之后才能见他。是这个可能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现在在我们身边有一个残忍变态的连环杀手，已知有3位女性遭到了他的毒手。第一个是宗拉威蒙，死于1年多前；接下来是素潘，他死于1个月前。刚发现的这个，我们现在姑且叫他3号，死于6天前。我们不知道被虐杀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女性，但目前还没发现新的尸体。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杀手什么时候会虐杀下一个目标。局里已经正式批准将这3具焦尸做并案处理。这上面有几个共同点：女性20到30岁，被虐待，被活活烧死。此外，我们再一起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。都相对比较社恐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很少与外界交往。目前3号的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。宗拉维蒙天天宅在家里，素潘与房东和客人之间都是通过座机联系，与外界的联系都相对隔绝，要不然也不会在他们失踪了这么久的时间里却没有人报警。有道理。社恐，性格孤僻，还都和昆虫有关。素潘他擅长纹的图案就是各类蝴蝶和蛾子。他自己身上的纹身也是一个长喙天鹅，而宗拉维蒙是以圣甲虫为灵感来写童话的。果然出息了啊！昆虫的名字都记住了，与昆虫有关。与昆虫有关。还有他们都恋爱了，而且都是和一个神神秘秘的男人。宗拉维蒙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男人，这个男人给了他用昆虫创作的灵感，给了他圣甲虫相关的知识，还给了他改变自己、接受爱情的动力。红色内衣。素潘的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男人，这个男人让在专业审美上高度苛刻的素潘，居然同意在身上纹一个丑丑的图案，而且这个图案代表着坚贞不渝的爱情。没错。OK， 那我们不妨给这个神秘男人画画像，至少能归纳出几个关键词。神秘、
这不废话吗？不过确实是，素攀的男朋友到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非常了解昆虫。同意。还有吗？宗拉维蒙的男朋友总是出现在晚上，但这一点在素攀的男朋友身上还没有得到证实。我先写上。非常了解昆虫。还有吗？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快说出来，吓死我！这里，你记得吗？我说过的，是一个男人的右脚，而且缺了小脚趾。而宗拉维蒙那个童话里那个男主角阿图姆，也就是鲍尔，他也是右脚有残疾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所以那个右脚缺个小脚趾的神秘男人，应该就是虐待并活活烧死宗拉维蒙和素攀的连环杀手无疑了。热水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神秘男人不光残忍，而且他还非常的变态。还有一个关键词：缜密。目前宗拉维蒙家里没有发现任何外人的痕迹，包括毛发。素攀家里也是。岂止是缜密，是非常非常缜密。这都过去1个月了，还没有在公共监控里看到他的踪影。警长，你看啊，他处理这3个女生的尸体，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。他会先在一个地方进行虐待，然后非常仔细地抹去她们身上任何可能与外界产生联系的痕迹，再把她们运到其他地方焚烧掉。我之前就怀疑过，受害者很有可能就是裸体被焚烧掉的，所以现场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痕迹。这要不是宗拉维蒙曾经献过血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快就查出来他是谁。就像那个3号一样。也不知道这王八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这几个女生，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警长，他是变态，不需要什么动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早就应该反应过来了。那个3号，伦威有没有检查过他的牙齿啊？对啊，根据尸体过火的情况，牙齿应该没有烧坏。就算是全裸被焚烧，只要去过牙科，或者说换过牙齿，那在牙科医生那边就有记录的呀。我去，我只好打给刘伟。会不会已经睡了呀？不会，这个点睡着了就不是合格的法医了。喂 ，Hello， 你果然没事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扑克林怎么不在？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不过我已经跟局里和他们所里都打了招呼，我做主了。那就好，欢迎回避。听到了吗？欢迎回避。放心吧，除了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
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，我直接带了2个痕迹兄弟跟我一起去的。我们在兰雅的办公位提取了些相应物证，已经拿去确认了。还是联系不上本人？还是联系不上。这个兰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的同事说他性格内向，平时比较安静一些，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。除了上班，他跟同事的交集很少。然后他的父母亲人也都在外地，他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。性格孤僻。对。哦，他的工作也跟昆虫有关。有男朋友了吗？我们问过他的同事这个问题，他的同事说没见过他有什么男朋友，也没见过有什么男生来单位里接送他。哦，不过我把他们单位的监控视频都要来了，可以看看他在单位期间都接触过哪些单位以外的人。家庭住址有了吗？有了，不过他年假是15天，已经快结束了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，他们也只有上班的时候才有交集，休假了就互相不联系的。可能兰雅还在休假期间，她就是不想让单位或者外人找到她，这也很正常，我们可以等一等。不等了，向局里申请搜查令吧。大不了等他完好无损的回来，我当面去向他道歉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最好你休假结束就能出现，我宁愿去向你道歉。拜托。队长，哎，你有病啊！尸检报告。出点声不行吗？是。怎么放起这个了？罗摩王子，今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的尸体，就是他。皮林瓦。皮林瓦死了？死了。尸体检查报告显示，死者全身无任何外力伤痕，内脏完好，系因毒品注射过量导致心脏骤停而死。死亡时间今天凌晨12点到2点左右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当初我那么喜欢他，这才多长时间？怎么就这样了？是啊，好像突然就被爆出吸毒了。他在剧场服装间里注射毒品的那张照片，还是当时各种媒体娱乐版的头条呢。男生也这么八卦吗？赶紧说正事儿了。你们在现场有找到针头吗？没有找到。没有。是，我跟痕迹的兄弟们确认过了。现场除了他贴身口袋里发现的那些即时贴，目前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物证。怎么可能找不到呢？一次性注射这么大的剂量，从注射到死亡不超过3分钟，现场怎么可能找不到注射器？除非是别人注射的。注射器被那个人给带走了。你还真靠谱啊！越来越靠谱嘞。说得对，怪不得他手里会攥着个袖扣。怎么了？笑起来没完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组织人员重新进现场去找一找线索啊？啊？是。啊，卡，跟我搜去。好，走。哎，先去调警犬。是。是。今天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坐那儿，我坐这。要不咱俩换一下？不行啊，我兄弟看着呢。昨天晚上你跑到哪去了？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啊？对不起啊，
今天听经理说你们要重新检查3号尸体，我昨晚在家吃了安眠药，睡着了。吃安眠药了？怎么了？休息不好？我一直都休息不好。我还以为你得罪谁了，心理压力大。别闹了，是颈椎问题。再说了，要得罪，那是别人得罪我吧？那你说说，有什么人得罪过你？那些小事就别提了。我们有话直说吧。你们不是还在等着我的实验报告吗？什么情况？这袖扣和我衬衫上面的袖扣长得很像。你丢过这样一颗袖扣吗？丢了几天了。本来想再去配一颗的，可是没有时间。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？确定就是我的那一颗吗？那件衬衫还在吗？在家，随时可以去拿。这个袖扣是在一个死人的手里找到的。死人？谁啊？给他看一下。你的胸怀比我以为的还要宽阔啊！都拿刀逼你了，你还觉得无所谓？一个流浪汉而已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再说了，报了警又怎么样？把他关起来几天，再把他放了，这不是浪费警力吗？等一下。你是说，他死了？死了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怀疑是我杀的。是。这个地方，我还是第一次进来，挺奇妙的一个地方，可以让平时正常的人突然变了一个人。有我杀他的证据吗？如果有证据的话，就不用审你了呀。多麻烦啊！所以你们就凭死人手里的一个袖扣，一个正好跟我衬衫袖扣长得一样的袖扣。当然不只是一个袖扣，我们调查过了。你呢，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无所谓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可是昨天白天专门拿了画像去找过人家的。一个人跟我起了争执，而且是动了刀的那种争执，我总该了解一下他是谁，为什么这样对我吧？那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啊？他是谁？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
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我真的不清楚。本来想今天去找他问个明白，但是时间排不开，就没去。你看，你和他起了冲突，还是动刀子的冲突，然后那个人就死了。死的时候呢，手里还拿着一颗袖口，和你衬衫上的一样的袖口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说的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也确实没有杀他，因为我没有理由杀他。我有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，就是毗陵瓦怎么就会想到用蚂蚁怪圈这个方法来制造他杀现场的？今天，我敢跟你打赌，就算你天天学习，天天都看见蚂蚁窝，也未必能想到这种方法呀。不用赌，我也想不到，对吧？罗摩衍那的作者是已至仙人，已至就是蚂蚁洞口的土堆。懂了。现场有蚂蚁洞，制造蚂蚁怪圈的蚂蚁应该就是那些洞里的。那就是了。一定是罗摩王子看到了那个蚂蚁洞，以致仙人附体，福至心灵，想到了用蚂蚁帮他召唤你们这些哈奴曼呐。罗摩王子请哈奴曼，是为了救妻子西多。那毗陵瓦召唤我们是为了救谁啊？那就要看毗陵瓦制造这个他杀现场是为了指向谁了。说来说去，不就还是为了指向马里奥吗？之前监控里，毗陵瓦在停车场袭击马里奥，然后呢，又不惜通过自杀来制造一个他杀现场。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怀疑马里奥，再加上目前兰雅是毗陵瓦和马里奥唯一共同的联系人，由此可以推断，毗陵瓦一定认为是马里奥杀了兰雅，所以他才会这么做的。可如果毗陵瓦已经发现是马里奥杀了兰雅，那他完全可以拿着证据报警来找我们呀，为什么要用自杀这种惨烈的方法？那就是他手里还没有证据，或者是他其实已经报过警了，但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。而且从他跟踪过精灵的情况来看，他也许认为马里奥和我们都是警察，是一伙的。是的，我查过了。其实之前居里确实有接到过兰雅失踪的报警，但是因为那是匿名的报警，所以大家也就没有理会。你又来了，你查出来了，但你就是不说。对不起啊，有件事情我也忘了说。刚才在你们审那个坏蛋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，其实吸食海洛因不光对人类有害，对昆虫的生长和发育也会有影响。金陵的师傅给我讲过一个在国内的案例。一个死者因为吸食了过量的海洛因死在了家里。当他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的身上已经布满了棕尾别麻蝇。法医昆虫学专家按照惯例培养棕尾别麻蝇的驱虫，但倒推出来的死亡时间与实际却不符。后来经过深入研究表明，是死者体内的海洛因影响到了寄生的棕尾别麻蝇的生长和发育。整整的让死亡时间提前了29个小时。你是在怀疑法医昆虫学实验室的实验驱虫被喂食过海洛因，所以实验报告的结果比你估计的提前了1天。我也是突然想到了这一点，具体的可能需要调一下实验样本重新检验再看一下。那我这打给经理。
金灵不会有危险吧？如果莱雅是马里奥杀的，那素潘和宗拉维蒙应该也是他杀的。那金灵，警长，我得去找他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去定位一下金灵的手机，快去。好。喂，金灵。喂，金灵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呀，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马里奥呢？在啊，你找他吗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另一区啊，要我叫他吗？没事儿，见面再说吧。我晚上去接你下班。这么好啊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也是啊，马里奥，他右脚是有小脚趾的。我晚上跟你一块去吧，我也争取尽快到实验室拿到样本。警长，蓝眼家的搜查令下来了，早就该来了。走吧。